为你要说什么？时至今日，你开始宣称自己是西林了？胡思乱想，脑袋都坏掉了吗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既然你是西林，那你打算如何去实现西林的愿望？摧毁他没能毁掉的世界？对，这就是你一直以来使用的手段。你以西林自居，肆意宣泄自己的恶意和仇恨，以这种方式将我与真正的西林隔断，令我拒绝正视自己的身份。但那只是你的愿望，不是西林的愿望。他的梦中有汹涌污浊的黑暗，也有平静温暖的微光。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在他心中交织，但你只想让我看见其中的怨恨。看了点过去的记忆，就把自己带入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吧。希望、信赖，人们总喜欢把这些词挂在嘴边，重复一遍又一遍的谎言。那些道貌岸然的研究员，就是以希望的名义将西林带走，却把他推向地狱，迎接生不如死的命运。憎恨的种子自那时起就已经被播下，令西林再也无法信任他人的，正是人类自己。但在那里，他也认识了阿弗罗拉、阿加塔，还有贝拉。这是西林在那座实验室里遇到的朋友的名字，也是他直到最后都在牵挂的名字。他从未忘记他们。崩坏撕裂了西林的心，却无法将他们的身影从他心中抹去。每当回忆起这些名字，西林就会感到思念和悲伤，直到最后，他都在渴望与大家重逢。然而将他们从西林身边夺走的也是人类。这些孩子最后都成了巴比伦实验室的牺牲品。他们死了，已死之人不会复生，那是死之虑者也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一无所有的西林只剩下了复仇。他用神赐予的力量血洗了那片地狱，向那些恶魔降下他们应得的审判。那座塔里也有无辜的人，可西林已经不在乎了。他将自己的伤痛毫无顾虑地施加给另一个人，因为他已不愿再与人类为伍。但即便在那时，也有人想要拯救他。你想说德丽莎？她只会说漂亮话，不切实际，根本没有在乎过西林真正的感受。还是说齐格飞？他是个懦夫，唯唯诺诺，犹豫不决，最后什么也没做成。对，他根本不应该被算进来。至于 Cecilia， 她或许是对西林抱有异样的感情，但爱在恨面前太过苍白无力，世界不允许他这么做。最后他还是只能对西林兵戈相向。他们一起杀了他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拯救。你所谓的善意与理解，却是对西林命运最深的讽刺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们的样子都留在了西林心中。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西林做着往复不断的梦。那些你蔑视的温暖，却是梦中他最渴望的保护。他渴望重新来过，渴望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拥有朋友，拥有平凡而幸福的家庭。他渴望父母的爱，想再次聆听妈妈的声音，再次感受臂弯与怀抱的温暖。他渴望希望，渴望幸福。他不停地默念从斯西利亚那里听来的话语，这一切都被镌刻在核心的记忆中，跨越时间，将他生命最后的祈祷送向未来，诞下一个新的意识，那就是我。我就是西林渴求的另一次机会。你将一切都理解成二元对立，可人心从来都不是那么单纯的东西。我们是从西林的愿望中诞生的两个灵魂，同一棵树上生长出来的两根枝条，伸向不同的方向。我们共享他的感情和记忆，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了你，实验的痛苦，
崩坏的蛊惑，还是同样被烙印在核心中的憎恨？那些破碎的记忆，对于我是温暖的梦境，对于你，却像是灼热难耐的诅咒。就算是同一段记忆，在不同的眼睛中，也是不同的景色。似乎的确如此。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你是什么。我降临于世的意义，就是摧毁一切，为这个世界带来灭亡。人类造就了西林的痛苦，令他失去所有，也要承受他的怒火，付出应付的代价。谁都无法从这片漩涡中逃离。仇恨的连锁永远不会有尽头，你只是在像你最讨厌的人类一样制造新的痛苦。哼，可你无法阻止我。数数看，家人、老师、朋友，迄今为止，已经有多少人受你波及，被卷入这场无止无尽的噩梦？他们颠沛流离，无家可归，甚至失去生命，而你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，无能为力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小家伙呢。贝纳勒斯，可别说你把他忘了，毕竟他也是因你而死的。就算你也是西林，那又如何？你根本没有能与我相抗衡的执念。看吧，核心选择的依然是我。怎么没给他最后一击？反正已经杀过一次了，再来一次不是轻车熟路吗？它只是你创造出来的幻影。看来，这里确实不是支配剧场，而是我们共同的意识空间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能做到相同的事。你还想玩什么把戏？一直以来，不是律者核心在排斥我，而是我在排斥他们。我害怕那些过去的残响，害怕接受自己和你同为一体的事实。我以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去面对，可内心还是在无意识的逃避。但这样的懦弱，也到今天为止了。我会去面对所有不愿面对的过往，那些被我封存的记忆，与你交缠在一起的人生。我会跨越这些，去接受真正的自己。